那么所有的我们修行，不外乎就是加强自己身体的能量场。加强能量场，为什么能量场你加强不了、唤醒不了呢？头脑它是四分五裂的。如果说你的头脑停止了，妄念停止了，你这能量场自然就强大了。所以古人说，道修道的道，道者道也，偷盗的盗，修道就是偷盗，盗什么呀？盗自然的能量。修道就是偷盗，盗自然的能量，和我这个身体合二为一。所以说，大道之行就道路的道，大道之行始于道也，盗贼的盗，盗贼的盗。每一个修道者就是宇宙的大道，盗宇宙的能量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自身的能量靠怎么获取？靠五谷杂粮获取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不吃五谷杂粮的，你的能量到不来的。那么现在我告诉你一个方法，你通过辟谷把五谷杂粮斩断掉，你通过从空气里面倒。你说空气我倒不了，那就从水里面倒，喝水从水里面倒。你能够从水里面倒，从这个空气里面倒，从阳光里面倒，从风里面倒，能够倒了，那干嘛还要吃五谷杂粮啊？我们倒宇宙的能量是5个途径，现在我们是通过五谷杂粮里面盗取这个能量。吃五谷杂粮不是目的，是为了盗取能量。你什么五谷杂粮不吃啊，就喝水，然后空气，然后阳光，意念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一辈子没吃过饭，就是靠光吗？靠吃那个阳光，那个太阳。我不说我们五种获取能量的5个渠道嘛，我们靠五谷杂粮嘛，人家靠空气、靠阳光嘛，人家靠水分嘛，靠意念嘛，都可以了嘛，都可以了嘛。就像是我们供鬼神的水果啊，你去吃一吃供过鬼神的水果，你去吃，为什么没味道呢？那为什么没味道呢？鬼神吃东西就是靠意念。你听说过气功采气的没有？所以说自古以来呀，那个我们中国那个巫，上面一横一竖一横，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，叫做巫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巫还没有超3界，巫还是被天压着，被地压着，在中间。你看上面一个天，下面一个地，是不是？我们如果有点功夫，我们就是巫。你没有突破这个天，没有突破地，在天地之间的人就是巫，我们就是巫，但是我们连巫的本事还没有，是不是啊？如果说巫还高抬你了，巫他就能够道天道地的能量，然后再发功这个人的身上，他是天地一个代言人。就像现在很多附体的他是真的呀，那可不是假的，那可不是大忽悠人的呀，你们见过吧？那是真的。对，他就是天地的代言人。你像过去的这个满清呢，努尔哈赤，他打北京城的时候，他就请那个萨满教的巫师，哪一日哪个时辰，还是打东门还是打西门，那个巫师他先问话，他先问天地宇宙，他就问这个努尔哈赤有没有天子的命啊？没有天子的命就不辅佐他。他这个天告诉他，努尔哈赤有天子的命，既然有天子的命，那么我们攻打北京城，什么时辰打？还是打东门、打西门、打哪个关口？那都是那个巫啊，进入一种状态，那个天呢就告诉他了，是不是？真有这么回事？这个是有的，这个是真实的，真实的这个是。我们有时候喝醉了，有时候还说搞几句对话的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我们有时候头脑放松的情况下，也会搞几句对话，是不是？你把这个头脑给麻醉了，把它停止了，把它给放松了，我执不介入了。我们说这个，他的直觉就出来了嘛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所以这个修行的人呢，你通过一种方法把头脑停止了，他的力量啊。他先天的力量就出来了。我们人是2个系统，一个头脑的系统，这是后天的系统，一个先天的系统。如果头脑的系统这个力量强，这个先天的系统它就弱，它就降下来了。如果你通过方法把这个头脑的系统降下来，这个先天灵性的系统它就起来了，就这么一个动作。我们所有的修行就是把头脑后天的系统降下来，先天的系统它就上来了，就这个意思。你看那个为什么那个民间那个跳大神的那个巫啊，要么就搞几口酒，
搞几口酒搞晕了，哎，他就能够代言人了，他就能够变成个代言人了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师傅照这样说，那是不是有一种可能，就小孩子一开始就不让他头脑那个能力那么强呢？我们这个头脑是一定要先把它开发出来，然后再把它给停下来。这是必须，也是必须要先开发下来，再停下来。就是经过这个过程。就是有方法到没有方法，哎，不需要方法了。啊，对，就体验这个对这个过程。但是我们很少有人能够走进去再走出来，要么我们走不进去，要么走进去以后还没走出来，我们老死了，老死掉了，老死掉怎么办呢？我们来世接着继续修行。所以这也是有些人哇，没画画的他比画画的还要好，没跳舞的他比跳舞的还要好，气死你！你跳了30年的舞，人家3分钟比你30年跳的还要好。你练书法练一辈子，人家没练过书法还赶上你呢。他为什么？他前世就是练过书法，没有成为大师，这也是他一练就成为大师了，就这样的。哎，也许他这一辈子他没有选择搞书法，他可能选择去搞其他地方去了，他没想到他书法还有很有潜力啊，他前世搞过。因为我们这个人，你相不相信有3天？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你相不相信？这是铁定的事情。你既然你相信有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那你为什么不相信前世、今世和来世呢？时间、空间放大和缩小的概念嘛。你学过数学，你都懂得，它可以放大和缩小嘛，是不是？放大、缩小，时间可以放大，空间可以放大，同样可以缩小。那么你相信这个有水，他就相信有火；相信有白天，就是相信有黑夜；相信有男就会有女，是不是？有正极就有负极。宇宙啊，它表现的形式都是一正一负，哎，一阴一阳。但是你回到道里面以后，合一的，达到一的状态的，没有二的，就没有水火对错、男女阴阳黑白。你只要从一里面一出来，由一变成二的，就有生死，哎，这个黑白、水火等等。所以说，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说，有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哎，佛教里面说，有忘我到无我。那么你不忘我，你不可能付出的，你太自私，我执太强，你怎么付出啊？你不无我，你没有那种大无畏的精神，哎，从忘我到无我。但是人的境界很难达到无我呀，很难达到。但是你要想和这个宇宙的这个能量和这个道合二为一，哎，你在修行的这个阶段，哎，这个状态、这个环境，你必须要忘我和无我。